香肠嘴、大眼睛、毛茸茸的蓝色生物，乍一看还有点小可爱，但当它一张嘴的时候，你就要被交代在这里了。Hello， 大家好，我是正正。各位最喜欢的互联网魔音是什么？从怪物瑞克到瘦长人，再到井敌头，每一个年代所产生的都市怪物形象，总能因为它背后的一段传说或者它的能力，让一大部分网友为之疯狂。那么你们知道今年最火的魔音是啥？没错，就是开头的这个 Huggy Wuggy。游戏圈的朋友肯定都对此很熟悉，不过仍有部分朋友不了解它。但是它的游戏截图你应该见过，还出现在不少的视频封面上。据说这是人类非法实验的产物，而实验最初的目的是想把它打造成一个永远可以拥抱别人的玩具，但是弄巧成拙。那么这项实验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 Huggy Wuggy 为什么要不断的啃食人类呢？今天我们就来讲讲它背后的故事。消失。多年后，一名事发前离开公司的前员工收到了一封匿名来信，信上声称其实员工们从未离开过，他们还在工厂里面，能够找到他们的只有这位幸存者。所以玩家应邀进入了废弃工厂，试图找出当年的秘密，看看能否解救员工们。当玩家来到工厂，第一次见到 Huggy， 是他以雕像的形式站在展厅中央。毕竟是当年的吉祥物，被做成雕像也是合情合理。但实际上，这是狡猾的 Huggy 在假扮雕像。当玩家再次回到展厅，他已经不在了。随着游戏的进行， Huggy 一路都在跟踪玩家。当玩家设法重新打开玩具制造机器，并使用过门系统后， Huggy 就现身了。他会跟随玩家进入通风管道，然后就开始一场激烈的追逐之战。Huggy 完全有能力操纵和制定策略攻击玩家，他还会主动引诱玩家一路深入。
如果玩家看起来走投无路了，他也会放慢自己的追击速度，好好折磨自己的猎物。如果遇到哈给跌倒了，在坠落过程当中，他会撞上管道而死。最终，玩家们会通过墙上的罂粟花进入一个阴暗的房间，里面放了一个名为罂粟的娃娃。当玩家打开他的箱子之后，屏幕变黑，游戏结束。当然，游戏只更新了1章，所以严格来说，哈给是生死。视频当中的男人在厨房当中打开冰箱，想要找点吃的。此时哈给突然出现，标志性的香肠嘴，好像在笑。他一脚踹到了男人身上。接下来的这个视频是在黑暗的森林当中，这个男人趁用相机捕捉到了现实生活当中的哈给。随着慢慢走进森林深处，这个男人似乎感觉到哈给的逼近。Okay, I think I just saw him. I think I just saw him. He's just over there. He's just over there. 注意前方高能。Oh no, is that him behind? 有没有被吓到的小伙伴呢？反正我看一遍被吓一遍。在下面这个视频当中，两个男人一起在玩哈给的游戏，突然传来了怪异的声音。起初他们以为有人在屋顶上。Did you scream? No, that was him. That was Michelle. 但出去查看后并没有。Dude, why was that so loud? You see anything? No, nothing. Let me see that. Scary. I get that, but it's not that scary. Jesus. I agree. Not that scary. So Okay. why would I have screamed? 他们开玩 I 笑 guess 说 it 以 was 为 a 是 ghost. 闹鬼 So 了。 let's continue watching the movie. Okay. Oh, no, he's done. He's done. 随着游戏的进行，他们有听到了诡异的音乐声。 What? What is that? Wait. Is that the? That's yeah, that sounds like. 此时手机上收到了监控的推送，有陌生人在外面移动。 the camera. The camera. It went off. Look, the camera. What? It's Huggy Wuggy. 正是哈 No 给 way.，他绕到了前 He's 门。 literally- Look. He's outside right now. He's. 后来这群人被吓坏了，因为门是自己打开的。 Oh my god. What happened? What did you see? Oh my god. Dude, Look there. what? Look. What? There's no. 他们和哈给玩起了躲猫猫。 Make sure he doesn't see. I don't know where he is. He said coming this way, right? Oh. 最后，他们设法把哈给关在了房间里。 Oh my god. 没想到他疯狂的敲门，破坏力十足。 That's in my office. 其中一个男人拿着拖把准备进去赶走他， One. 但哈给似乎已经逃走了。 He's not in there. He's not in here. What do you mean he's not in there? There's copyrighted music in 最 here. 后，我承认又被他吓了一 It's about the 跳 only thing.，还好我暂停了，不然这条命都不够 Where 他 the 吃 hell 的 is。he then? Hello? 还有一些目击事件是利用无人机跟踪到哈给，这次他被拍到在城市街道的中央奔跑，每次他的出现，无人机的显示器都会出现短暂的故障，非常的诡异。话说这次故障的画面有怪物来临的味道了，只不过是大白天的，没那么恐怖罢了。其实大家也都看出来了，这些都是网友们的恶搞。先不说这个蓝色的生物多么的出戏，这些网友都很有当演员的潜力嘛。
个个都是戏劲上身。尤其是那个拿拖把反击的视频，明明知道是假的，怎么还能一脸严肃，煞有介事呢？其实背地里面肯定笑场了很多次吧。不过这种恶搞无可厚非，都是因为网友们喜欢这个魔音才这么做的。有人会先看到这些所谓的超自然现象，再进一步认识 Hugging， 从而了解有这部游戏的存在，何乐而不为呢？目前这款游戏的第2章还没有上线，预计会在明年年初发布，很多玩家都很期待。据说会有新的音乐、新的图形，玩家们还会面临新的挑战，让我们拭目以待吧。那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看完今天的视频，大家有没有对恐怖生存游戏中的魔音产生兴趣呢？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如果你们觉得视频还不错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和投币。那我是正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Hello， 大家好呀，我是正正。最近流量比较低迷，不知道是我可爱的粉丝们都去上学了呢，还是被没收设备了。反正播放量低的我都抑郁了。虽然我一再强调学业为重，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忘了在学习之余看看我的视频，放松一下，是吧？其实大家都知道，我的视频都是一种暗黑风格的感觉，无论是话题、制作还是配乐，也别提放松了。那今天咱们就不搞恐怖、灵异和烧脑，搞点轻松的东西。于是我就去扫了许多视频下方的留言，发现了这个 SCP-458的无限披萨盒。当然，这不是一期恰饭的恰饭视频，所以请大家放心观看。好了，废话不多说，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无限披萨盒有什么魔力吧。SCP-458 是一个来自小凯撒披萨连锁店的大尺寸披萨盒，它是由普通的硬纸板制成的，尺寸为 25.4 厘米乘以 25.4 厘米乘以 2.54 厘米，重量约为20到20.49克，这取决于披萨的馅料。由于 SCP-458 的异常性质，其重量是变动的。它的奇怪之处在于，表面上它看起来像是一个普通的披萨盒，但当它与人的手接触的时候，它会瞬间复制出接触者潜意识里最喜欢吃的披萨，包括最喜欢的酱料、芝士、饼皮和内馅。它所提供的披萨也不仅限于小凯撒这个牌子，几乎覆盖了所有主要的披萨连锁店的种类，甚至还能提供某地区特有的披萨以及手工制成的披萨。它的功能似乎没有任何限制，虽然只能制作披萨，但它的馅料一定符合正常人类的食用标准。该披萨盒无法被破坏，外表坚不可摧，所有企图销毁或拆除盒子的测试都被证明是无用的。咱们假定盒子是半感知的，至少具有足够的心灵感应或移情能力，以感知持有人关于披萨的个人选择。经过无数次实验后证明 SCP-458 可以无限提供披萨，但也没有别的其他用途了。后来该披萨盒便放置在 SITE 时期的食堂内，供员工们免费使用。开放 SCP-458 的使用权后，员工士气有大幅提升。博士还对此发过一则警告：我要所有的员工注意，虽然我们有一个可以无限提供披萨的盒子，但这不代表你们可以坐在那里吃1个下午的披萨，并再有员工体重不健康增长的报告提交上来，我可能就不得不在午餐时候强制安排一次体能锻炼了。基金会出于好奇心，用其他有感知的 SCP 项目对其进行测试。该测试对象咬了一口披萨后，评价是：这一片不错，但我更喜欢另外一种酱汁。这一块似乎是小麦粉做饼皮且没有蒜味的香肠橄榄披萨。据推断，该披萨盒无法提供普通人难以下咽的配料。进一步测试证实了这一观点。其中 SCP-073 作为测试对象时，得到了一份中尺寸，上面有菲达芝士和捷克芝士的薄饼底披萨。SCP-073 看起来是一名30多岁的男性，他的存在对任何生活在土壤中的生物极其不友好，会使20米内的所有生物都全部死亡。在 SCP-458 披萨盒被打开的一瞬间，里面的披萨便经历了和 SCP-073 的作用半径内其他有机物质一样的症状。实验重新进行，这次在披萨盒打开后，虽然里面的披萨很快被移走了，但仍有轻微的变质。当工作人员询问时 ，SCP-073 表示从来都没有食用过 SCP-458 提供的食物。然而，在另外一项 SCP-181 进行测试的时候，得到的一块大尺寸的披萨，上面有意大利辣香肠、海员沙司饼底。SCP-181 被告知这是对他良好表现的奖励。幸运的是，这是他最喜欢的披萨。而在 SCP-4999 进行测试的时候，也出现了一块超大尺寸的披萨，一半是至尊披萨，另外一半是意大利辣香肠。他把一半的披萨分给了肾衰竭晚期的 D430276。值得注意的是，该披萨是 D430276与他已经去世的伴侣经常吃的一款披萨。这也是第一个 SCP-458 装载了超过自身容积披萨的案例。还有一些别的有感知的 SCP 项目也被安排了进行测试，每个项目得出的披萨都不尽相同。
说实话，这个披萨盒是迄今为止我最想拥有的一个 SCP 项目了。每天都可以吃到不同的披萨，有了它，甚至都可以开家披萨店了，那岂不是美滋滋吗？难怪基金会的工作人员都体重不保了。如果不限制使用的话，怕是胖的连门都出不去，体能锻炼早就已经赶不上长肥的速度了。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其实 SCP 的宇宙也不全是这类恐怖灵异、烧脑猎奇的事物，还是有许多作者的奇怪脑洞能够做出这类比较好玩、沙雕、惊奇的作品。如果大家还想看别的好玩一点的 SCP， 可以在评论区里面留言，但是不要留言许多人都做过的 SCP 哦。大家都知道，我喜欢做的都是冷门小众，但是比较好看的东西。那此外，正正还要感谢 CHTTTYT 52351897，你被人家盯上了，代号赤天使、丸子鸭乳、尧舜星宇。Ian Tierson、Fat 残哥、啦啦啦爱动漫对我的充电支持。那喜欢本视频的话，也别忘了一键3连加个关注哦。我是正正，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Hello， 大家好，我是正正。相信大家看到今天的封面一定会浮想联翩，没关系，这也是正常的。因为在我找到这个 SCP 的时候，我也是带着想法进入的，但是最后却带着疑惑关闭了网站，所以就决定给大家做一期。因为其实我也没太看懂，希望正正的粉丝能够帮我解答一下。他就是 SCP-1033 33秒男，一个被困在33秒怪圈里的男子。最近正正爱上了这些有意思的冷门 SCP 项目，不得不说基金会真的是卧虎藏龙。好了，废话不多说，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SCP 究竟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吧。SCP-033 是一名中年白人男性，身高约1.93米。几名目击者称 ，SCP-033 出现在纽约街头，并且在路中间忽然实体化。基金会经过采访目击后发现，当时该地区的人们眼前出现了一道白色的闪光，视线都笼罩着，还听到了来自各个方向的2秒钟的静电爆发声。采访结束后 ，SCP 基金会对目击者进行了 A 级记忆删除，随后禁止任何媒体对该事件进行报道。SCP 基金会对于实体化的地点进行了初步检查，检查人员发现 SCP-033 在瞬间能够放出远大于致命剂量率限量的高能伽马、中子以及 X 辐射。SCP-1033 最初被收容在一个被铅砖包围的运输容器中，并被放置在他们的行走路径上。随后 SCP-1033 被转移到他现在居住的存储地点 K。从物理表面来看 ，SCP-033 是一个不起眼的秃顶中年男性，他穿着一套西装，提着公文包，而他的行为是循环的，每个循环周期大约为33秒。以下的时间线是他1周期的行为记录。在0到10秒的时候 ，SCP-033 向前走了30步，大约每走10步就会看一次他的手表。接下来的10到15秒 ，SCP-033 会停下来，跪下并打开他的公文包。公文包里面有一个信封，上面标着刻着未知的印章，还有一部手机，能够收发短信和通话。SCP-033 开启信封，并从中拿出一张纸，上面写着电报、不对称暗号、一串乱码、褶皱羽毛。然后在15到21秒 ，SCP-033 打出了这条乱码的短信息，发给了澳大利亚手机号码前4位为0404的人。调查证实，该号码目前未被任何手机登记使用。在21秒的时候 ，SCP-033 发送信息，并把手机和信封放入公文包内。紧接着的21到28秒 ，SCP-033 被观察到看着远处，无视他前面究竟有着什么。在25秒内 ，SCP-033 开始暗笑，似乎视野里有他所寻找的东西。在最后的28到33秒钟 ，SCP-033 在第28秒被往后吹飞3米，并在地上翻滚着，发出类似于极度痛苦的叫声。可以看到 SCP-033 的肌肉正在剥弱并飞往他的后方，而他的其他部位开始瓦解。SCP-033 承受的伤害相当于在附近引爆1.5百万吨级的核装置的受害者相似。整套行为完成后 ，SCP-033 立即重新出现在开始阶段，并再次循环动作，开始下个33秒并完成重复动作。如果一个物体、人类或者动物出现在 SCP-033 行走的路径上，它并不会停止，而是推开它路上的任何障碍物进行行动。目前 SCP-033 属于 Euclid 级的，它被扣留在一个15米乘以5米的标准收容房间中，房间镀有5米厚的铅。进入 SCP-033 所在的房间的人必须穿着规定的 A 级防化服。若 SCP-033 的日常行为有所改变，或者他试图逃跑，2名驻守在 SCP-033 收容房间外的警卫将会得到增援，至少会有8名警卫。他们全部装备有遏制套装4 MK3， 这是由一挺加挂射网枪的轻型 SCAR 突击步枪、2个闪光弹和一个 M60级破片手榴弹组成的。这个循环33秒的男人太有画面感了，还整得挺科幻的呢。特别是肉体被瓦解的画面，一个不起眼的秃头男性，穿着西装，提着公文包，难道他是在上班路上无意间触摸到了时间旅行或者某个界限，于是导致了时间错乱，只能一直循环下去？又或者他其实根本就不是一个人类，而是一个只是输入了这33秒指令的机器人呢？毕竟他
还能放出辐射光线呢？这个 ASCP 作者的脑洞，我只能用懵逼来形容了。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打开自己的脑洞，猜想一下 ASCP-1033 循环33秒的行为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可以在评论区里面讨论一下。那喜欢本视频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加关注哦。我是正正，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Hello， 大家好，我是正正。大家都知道 ASCP 基金会收人的项目可以是人，可以是事物，也可以是除了这几类外的任何东西。这似乎就有点非唯物主义的意思了。然而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 ASCP， 你们觉得这是哪一类的呢？它就是 ASCP-2922 黄泉来电。这名字是不是听上去特别阴间？我最擅长做的就是这类视频了。那现在请大家先把手机开启到飞行模式，再一键3连。我怕在这个视频看到一半的时候有阴间的电话打进来。OK， 那咱们就正式进入今天的话题。呼叫，但都失败了。加内特博士车祸后来到的地方是一片荒漠之地，被确认是超维领域。基金会将其命名为 ASCP-292-C， 依照奥武议会指令，哥比尼克计划开始执行。内容是利用 ASCP-292-B 加内特博士探索查明 ASCP-292-C 的真实性质。当博士问加内特询问该地区的情况的时候，得知天空很暗，像是海绿色，云也是黑的，天空当中没有星星，但看着并不是晚上，在那里甚至不知道有没有白天和黑夜的区别。但是天空中有3个白色的像月亮的东西，气温大概是10摄氏度，没有风，人还算觉得舒适。除了加内特，在这个超维领域似乎没有别的生命形式了，没有动物，也没有其他人，没有风，也没有声音，这片大地是死一般的寂静。加内特博士只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从情绪上来说很糟糕，但是在生理上是没有感觉的。加内特觉得不痛不痒，肚子也不饿，也没有什么食欲和需求。加内特提出了一个要求，想跟丈夫说话，但是博士说必须上报欧武。等待回复的过程中，加内特决定继续向前走。走上了一段时间后，等看到了除了沙子以外的东西，会再打电话汇报给基金会的。随后通话就终止了。在第3次电话当中，加内特报告了发现了一些可怕的东西。距离上次通话已经5天了。在这期间，他走到了某个山脚下，奇怪的是他不觉得饿，也不觉得累，还发现了其他生命的形式。那是一只2足的哺乳动物，跟人一样，但是它比周围的山还要大，有2000米高。加内特听到一种巨大缓慢的鼓声，然后他从山里走了出来，那是他的脚步声。他的全身是黑色皮毛，2个白色的眼睛正在发光，就像探照灯一样。他似乎没有嘴巴。这个灵长类生物似乎对加内特很好奇，想知道他的身体能不能承受住他踩一脚。但即使加内特被踩扁了，也就痛2分钟左右，几秒钟之内身体就会自动重组，伤口也会愈合了。而这个灵长类生物走进了沙漠，可能也是迷路了。在那里，加内特又看到了一个小山谷，有灯光，似乎是有人在搭篝火。那里有几百个人聚集在一起，全身赤裸着，有些人半截身子埋在地里。加内特称这可能是在埋葬自己，也许这是想找个地方安息了。不过加内特再次要求和丈夫通话，基金会拒绝了，原因是她丈夫是搞艺术的，无法将其安排到这种科学环境当中。最后加内特很生气地挂断了电话。在第4次通话当中，加内特就报
报告了一个好消息，人类营地来了一辆马车，一个白色长袍的家伙骑着一匹骷髅马，说要把他们带去极乐之地，可能就是天堂。这通电话很简短，之后的7个月内 ，Janet 就再也没有打来汇报的电话了。基金会多次尝试联系他，都失败了。最后，基金会收到了一封语音邮件，来自 Janet 博士，内容如下：这里是 Janet， 我看见你们在追踪我，这么折腾只是为了要我告诉你们，有片大家能够永远快乐的芦苇地，而且你们还要更多。为什么？这样你们就有理由去死了，然后你们就能不训练直接上任务。一群懦夫。看着，直到死神驾着马车来之前的部分都是真的，那个大猴子也不是我编造的。在这之后，真相就越发复杂。要让我告诉你们死后到底会怎么样也很简单，我要和我丈夫通话。要是你们害怕厌恶有人利用你们对知识的渴望，于是决定不按照我说的办，那么你们也永远别想知道这一切了。难怪基金会正在选择植入 SCP-2922 的候选人来代替 SCP-2922-B Janet 博士，原来是闹掰了。基金会还派了特遣队对 Janet 的丈夫下手，他们突袭了 Janet 在斯皮尔格的家，将她的丈夫当场击毙。在家中，他们发现了一封来自 Janet 的语音邮件，邮件中 Janet 告诉丈夫，她能预见特遣队还有10分钟就要到这了。特遣队的规矩是不留活口，不要害怕死亡，死后还有一个世界可以让他们相遇，只要做到3件事：第一，绝不放弃；第二，跟着左边的月亮走，到达跨步者山谷，询问间谍去了哪里；第三，不要被跨步者吓退。如果被杀了也不要怕，最终会得到重生。当然了，最重要的事情还没有说完，特遣队就冲到了门口。Janet 要求丈夫把信息销毁，一切都保密。看到这里，我觉得 SCP-2922 是个很卑鄙的 SCP， 它通过大脑与人进行交流，可以衍生为和死者的对话。似乎被植入的人死后都会来到超维领域，那究竟死后的世界还隐藏着什么秘密呢？基金会只能通过 SCP-2922 作为媒介进行研究。那大家对于这个 SCP-2922 黄泉来电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哦。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在这里，真正还要感谢给我充电的船长爱触手吗？赛高搭哉 Night 约克陈拉82年的蛇草水洗个揪雪露风天课改教育漏网之鱼木松三梦一心代号赤天使咸鱼怪延伸一只快乐的地级。我就是想看看这个名字能有多长。今天白猪自闭了。社会你陈哥3晨曦石期末。那喜欢本视频的话，也别忘了一键3连哦。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Hello， 大家好，我是正正。讲了这么多的 SCP， 大家对于空间类的 SCP 应该都是见怪不怪了吧？像之前讲过，许多 SCP 都是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未知世界，有些进去就出不来了，有些则直接死在了里面。我觉得这些 SCP 作者应该是想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然而那个世界的主宰者可能就是这些作者自己。想象一下，如果我哪一天能够在虚幻的世界里面做神，那我一定不会选择在现实生活当中做人，哈哈，开玩笑的，谁叫我喜欢做白日梦呢？最近又找到一个空间类的 SCP， 确实还有点意思，它就是 SCP-3008 宜家。是的，你没有听错，就是那个1块钱可以买到甜筒的宜家。不过咱们这可不是在给宜家做广告呢。相比较我这么一个小小的 UP 主，宜家怎么可能会看上的是吧？那废话不多说，让我们开始进入这个诡异的宜家空间吧。
的人。事实证明，这名男子并不是唯一被困的可怜人。黑暗中的2个宜家人员向他们袭击，嘴里还说这家伙商店关门了，请离开。他们没有嘴巴，但显然说出了这句话的时候像是起了杀心。这名男子在黑暗中奔跑，发现了他们在这里建造了美丽的城镇，在架子、床和桌子以及其他地方盖上了一个巨大的墙，该镇名叫 Exchange， 因为正上方的天花板挂着一块退换的标志。他们使用发现的灯光将所有的夜空点亮，并插入了电源线。这里有床、食物，还有超过50个人，他们的肢体大小适中，并具有完整的面部特征。在第7个晚上，终于不在黑暗中度过了。后来，这名男子发现这不只是一个城镇，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城镇，有些镇人多，有些镇人少。难道没有人发现许多去宜家的人都凭空消失了？白天他们都出去寻找食物、水和必需品。所谓的员工会随机进行捕获。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员工都会发疯，每个人都会举起来围墙。到了第10天，这名男子询问了其他人，得知了他们很久以前就放弃追踪了。其中一个说自己已经待了很多年，这里的人似乎来自不同的地区，甚至不同的国家。有传言说有人成功逃出去过。那些看到过出口的人表示，出口会在眼皮底下消失。员工还袭击了他们的 Exchange 镇，对方大概有20到30个人，一边平静地要求他们离开这里，一边开始徒手砸墙。镇上的人都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餐厅的刀、割草机刃片做的斧头、消防斧，甚至十字弓。这些员工受伤后不会流血，会和普通的人一样轻松地倒下。早上，镇上的人将尸体装车送到了装载区。装载区那里至少有好几千具员工的死尸。这名男子仔细观察尸体，发现没有臭味，没有血迹，尸体只有皮肤，没有肌肉、骨头、器官。接下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除了有一架带着摄像头的直升飞机飞过小镇上方，以为是得救了，但就这样飞离了他们的视线。员工的攻击越来越频繁，最后一次，这名男子记录了 Exchange 镇遭受了猛烈的攻击，他自己被所谓的员工追逐，而伙伴们都走散了，意外的来到了出口。基金会从日记回收的时间来判断，其中涉及到了直升机事件，是基金会第一次派出的无人机进行 SCP-3008-1 的测试。当时他们在标有 Exchange 的标记下，似乎有定居点。基金会试图再次寻找该定居点的时候，就再也没有找到 Exchange 镇的踪迹了。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正正觉得在被宜家困住的人可能都来自不同的维度，如果只集中在一个地方，那肯定会引来当地人的注意，造成人口失踪的恐慌。之所以没有进行搜索，就是因为他们来自全世界各地不同地区的人，零星几个人的失踪根本就不会引人注意。然而作者为什么要挑选宜家作为故事背景呢？正正猜想可能是因为宜家的东西比较全，吃的喝的用的都应有尽有，甚至还有许多工具可以当做武器。再加上宜家空间大，有的路线设计的好长好远，不知不觉就逛了很久，如果没有指引很容易迷路的。可能作者也是想开个宜家的玩笑吧。好了，看到这里大家又可以去留言喽，留下你们最想看的 ACP。那喜欢本视频的话也记得一键3连。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Hello， 大家好，我是正正。之前给大家讲了桥梁蠕虫，有许多小伙伴产生了恶心的共鸣。其实我发现大部分朋友对于昆虫还是不接受的，但因为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也许对于昆虫来说，我们就是庞大的异形正在统治着这个世界，只是因为我们比他们大的太多太多了。不过就算是大部分人看昆虫都不顺眼，我依旧相信有绝大部分朋友小时候绝对做过一件事情，那就是养蚕宝宝。我小时候天真的认为白白胖胖的蚕蛹用心呵护，最终会飞出一只美丽的蝴蝶，然而最终出来的只是一只猎奇的蛾子。谁都不知道茧蛹里面孵化出来的到底是个啥玩意儿，就像是本期的 ACP， 茧里面竟然躺着一个人，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它变成这样呢？下面就请大家耐心的长按点赞3秒钟，进入本期主题，一个正在孵化的人茧。SCP-200 本身是一个13岁的白人男孩，体重为168.73千克。他被包裹在一个从头到脚一共是172.4厘米的茧蛹中，并固定在一张标准双人床的床垫和框架上。他是在某一天把自己隐藏在茧蛹中的，但是没有人能够解释他的所作所为，也分析不出这个男孩是如何制造出一些茧丝来形成这个巨大的茧蛹外壳的。这个茧蛹上有着褐色的斑点，分析表明它是由好几层丝构成的。纺织的方式摸起来很粗糙，超声波也探测不到茧蛹之中有任何固体的存在。但是抽取出的液体样本显示出与该男子匹配的 DNA 结果，用来连接该茧各层的样本也显示出与 SCP-200 相匹配的 DNA 结果。一切都很奇怪， SCP-200 在大部分的时间都只是静静的躺着，虽然偶尔也会发现它进行抽搐，尤其是它突然被触碰或者被高声所惊吓，但是它现在的状态被认为是没有威胁的。 SCP-200 是21世纪某一年在美国被收容的，大约是在这个茧蛹形成的28个小时之后。根据医疗记录， SCP-200 直到12岁都遵循着同龄人成长的轨迹，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不过从某个阶段开始，这名孩子就开始表现出贪食的症状，并且在下一年开始迅速的增重。一名当地很有声望的儿科医生称，他对这个病例也表示无能为力，无法用医学来解释这种忽如其来的新陈代谢变化。
这名男子的母亲特别担心他的异常增重状况，一开始以为只是普通的贪食症，试着去限制他的饮食，但是没有想到带来的后果是 SCP-200 竟然逃到了附近的灌木丛当中。当地的执法部门在72小时之后确定了该男子的位置，但他已经通过进食，体重又翻倍了。在回家之后 SCP-200 就制造出了他的茧蛹，基金会将其回收之后，该孩子的母亲、儿科医生和当地执法部门都被给予了 A 级记忆的消除。基金会为了防止民众担心那名孩子的下落和是否安好的问题，还设法编造了个传说在当地流传开来，把这件事掩盖过去。最近的研究表明 SCP-200 的 DNA 发生了一些变化，尽管超声波仍然没有检测出茧蛹中有尸体，但博士推测该孩子可能仍在里面，但是需要额外的测试和观察以证实或证明这一假设。根据这些数据， SCP 基金会批准了 SCP-200 的 Euclid 级要求。目前的收容条件是 SCP-200 需要一个安全的恒温室，该恒温室的温度应足够大，以收容与其身体相连的标准双人床架。这个房间还必须有一个足够大的观察窗，以便 SCP 基金会方便观察物体而不会造成任何干扰。一般而言，除非实验过程需要，否则应尽可能避免对 SCP-200 造成了任何干扰。采样期间也必须格外小心，以免意外损坏 SCP-200 脆弱的茧壳。该房间将收纳一个自动空气加湿器，该加湿器配置为每天向 SCP-200 喷洒水分。如果 SCP-200 干燥速度过快，则可能会安装额外的加湿器，但必须对其进行严格的监控，以确保其不会变湿。众所周知，蚕是一种完全变态的昆虫，是幼虫期吃桑叶，然后吐丝做茧，结茧之后化成蛹，最后破茧成蝶，要经历4个完全不同的发育阶段。那么这个13岁的男孩会不会也只是个可怜的工具人，只负责进食？假设有一天茧蛹真的孵化出一个实体，那估计也是完全变态的独立生物了。这个生物能吸取这么多的能量，无法想象其破坏力，一出现基金会就一定会进行收容吧。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对于这个 SCP 人检有什么想法，可以在评论区留言。那如果喜欢本视频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和分享哦。我是正正，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